来，今天来考考你，这里有2款的武夷红茶，看看你能不能通过看干茶和闻干茶香，分辨出哪一款是野生红茶，哪一款是选育种做的红茶。好的，首先来看一下干茶。好，它们2个有什么不同吗？我觉得这一款的干茶会紧细一些，这一款的干茶呢就会粗壮一些啊，稍微的粗一点点哈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还有没有观察到其他的？我观察到这一款的话会有一些金毫，然后一点点金毫的话就比较少啊，比较少。好，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，我给你看一看哈，它的这个条索的话呢是没有这么匀齐的。然后这款的条索的话呢，它好像比较均匀一些，是吧？那它们2个呢是品种的不一样啊，品种的不一样。一般的话呢，我们的菜茶类的，它的条索都会稍微细一点点，而且呢，菜茶的话呢，它是群体种啊，那么野放的这种生长的方式的话呢，会让它的条索并没有这么匀齐。这样清楚了吗？好。然后另外的话呢，就是闻一下干茶的香气哈。先闻它，再闻它，试一试。再闻一下。好。感受一下你的鼻腔，对这2款茶的这个香气的一个反应。我可能会更喜欢这一款。因为什么喜欢？它的香气会沉一点点，然后这一款的香气会扬一些啊，一个沉一点，一个扬一点，对不对？好。除此之外的话呢，博文老师还要告诉你啊，如果是分辨野生的红茶和这种选育种的红茶的话呢，一定呢要去回归到它的香型的丰富的程度啊。这款茶的话呢是桐木关里面的。野生的小种做的这个红茶，那么这种它的这个香气的话呢，会自带当地的一个自然条件的一个味道啊。桐木关的话呢，它的海拔的话呢是在关口去测的话是1100米啊，那么在茶地的这个位置的话是1200到1500平均海拔哈。然后呢，在这个茶地的这个周围的话呢，种了很多的竹子。其实去过桐木关的人都知道，竹林哈，在竹林下的这种茶地的话呢，它的这种感觉的话呢，就是有那种野野的竹子的这种味道。另外的话呢，由于它的森林覆盖率是比较高的，它的草本植物也特别多，然后在山与山之间呢，还有水。那么在溪流的旁边的话呢，还会长有比较多的野花啊，像野兰花呀或者是野生的，有一些花我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啊。所以呢，在它的香气当中的话呢，会带有这个生态的味道。野生的这个红茶和我们的这种选育品种的话呢，它各有风格，它都属于武夷奇红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呢，这个虽然它的品种呢是原来去做正山小种的品种，但是正山小种的话呢，在2015年的武夷红茶的标准当中呢，明确规定的小种的这种加工的方式呢，一定是经过传统工艺加工，也就是会带有松烟熏焙的这种加工的方式。如果它用传统的工艺去做，它可以叫正山小种；但是如果它用现在的这种红茶的方式去做的话，我们可以为了更好的辨别它跟其他的品种。我们把它叫做野生红茶，我喜欢把它叫做小野茶。这款茶的话呢，我喜欢了10年所以呢10年对，所以今天的话呢，你还是能够很好的去通过看干茶还有闻它的香气呢，去辨认出来的。我现在特别想喝一下老师喜欢的这款小野茶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冲泡一下这泡小野茶。